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将带大家走进中国最玄幻的城市重庆。很多人都被重庆的美食所吸引了。这里的大街小巷都充斥着火锅浓郁的香气，整个城市仿佛是修建在山谷中的一个神奇的所在。而包围重庆的四周则是说不完的自然风光和文化遗产。相信如果你是一个美食爱好者或者是旅游爱好者，那么重庆如果是你的第一站，一定会是不错的体验。那么接下来我将为大家分4个部分来介绍一下重庆的魅力所在。首先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重庆的地理位置。重庆位于中国的西南部，地处四川盆地的边缘，以长江三峡为依托是中国一个非常具有独特地理位置的一个城市。那说起重庆的地理位置以外它的历史文化也同样十分深厚。其实早在公元前1000多年前的时候就已经有人类在重庆的这块地界生存和繁衍了。那再往前追溯其实从汉朝时期的八国到后期的蜀汉，这里的文化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变化与交融，让重庆成为了一个兼容并蓄的城市。特别是明清时期重庆依靠长江水运的发展和壮大，成为了商贸重镇。那么我相信很多来到重庆的游客一定会被重庆本地的这个景色所折服。那么很多人来到重庆的第一站，一般都会去到哪里呢？相信这张图你一定不会陌生。没错，你看到的这个景点就是重庆的洪崖洞景区了。其实站在千厮门大桥上去遥望洪崖洞景区的景色是很多来到重庆的游客都会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在前往重庆了以后第一件事情也是跟着队伍在千厮门大桥的下方以及它的各个角度去观赏了洪崖洞景区的美景。那么我相信，如果你对重庆的景点感兴趣，第一站去欣赏一下洪崖洞景区的夜景，一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除了洪崖洞景区以外其实在夜晚你还可以去到市中心的解放碑。在解放碑你可以看到非常多梦幻的景色。在重庆的市中心一到夜晚灯光就被打得非常的辉煌。这个时候，如果你坐上缆车，在嘉陵江的上方去看一看整个重庆的夜景，相信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白天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到在世界上闻名的川楼的李子坝景区，你可以去看一下川楼的李子坝。重庆山城的独特魅力一定能够在你不断的探索和发现中找到更多不一样的所在。当然，在整个旅程当中我非常推荐你去的另外一个景点就是湖广会馆。湖广会馆是重庆非常有名的一个历史建筑。湖广会馆最早是建于清朝，原来是连接湖广地区与西南其他地方商贸的一个会馆。明末清初的时候四川经历了战乱、饥荒、瘟疫等等，人口剧减。清政府为了鼓励外省的移民入川垦荒，像湖南、湖北、广东等地的大批的民众就向四川开始移民。重庆会馆它不仅仅是反映了重庆的文化的一个积淀，更重要的它是重庆移民文化和商贾精神的一个体现。站在湖广会馆前你一定会被湖广会馆的建筑所折服，因为这里不仅有精美绝伦的石雕，还有木雕和砖雕，这些非遗的技术都展现了古代匠人高超的一个技术。所以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历史文化浓厚的氛围，同时你也能够了解到重庆商帮的过往和发展。那么刚刚既然已经说到了雕刻其实还想给大家推荐一个更加令人惊叹的雕刻，那就是大足石刻。大
大足石刻呢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那大足石刻呢，它其实是大足石刻境内所有雕像的一个总称。这些雕像啊，最初是建于初唐时期，经历了唐末、五代，一直到两宋时期呢，才开始辉煌起来。那到现在呢，大足石刻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那其实，在整个境内呢，它的造像呢，总共达到了5万余尊，其中呢，有75处呢是被列为了文化的一个遗址。如果说你能够去到石窟造像这么丰富，而且雕刻精美绝伦的大足石窟呢，你一定会被当地的景象所折服。同时啊，在最近大热的游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就是在我们的悟空当中呢，其实有非常多的景象也是取自于大足石刻。既见未来，为何不拜？回去告诉玉帝老儿，传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若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什么齐天大圣？没听说过。那在大足石刻当中呢，你可以看到数以千计的栩栩如生的人物的雕像和复杂的宗教场景。那这些场景呢，其实是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对于宗教的理解和艺术的追求。那抛开这些具有历史文化积淀的景点以外呢，我其实还想向你推荐的呢，就是重庆的自然景观，那就是武隆的天生三桥景区和酉阳的桃花源景区。武隆的天生三桥景区呢，主要是以它的喀斯特地貌而闻名于世。这里的夏季啊，气候非常的凉爽，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来此观光。特别是武隆的天生三桥景区，它的这个桥啊是天然的石拱桥，包含了天龙桥、青龙桥和黑龙桥3座桥。武隆的天生三桥呢，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生桥群和第2大天坑。这个天坑呢，总共是达到了300米深的一个深度。同时啊，武隆的天生三桥景区，包括天坑景区呢，它其实是变形金刚4的取景地，所以会有很多人来此打卡。从仙女游客中心出发，乘坐电梯呢，就可以直达这个天生三桥。然后呢，一路你就可以欣赏到非常多的美丽景色。像天福驿馆这样子的景点呢，不仅可以拍摄到非常美丽的景色，同时呢，也是拍照打卡的绝佳位置。武隆的这个景点当中啊，不仅仅是有悬崖峭壁，还有飞流瀑布，和当地的这个景色呢相得益彰，完完全全呢就是中国山水画艺术的一幅写实的作品。而酉阳的桃花源景区呢，之所以会出现在我本次的旅游目的地推荐当中啊，主要是因为那一首享誉古今的《桃花源记》。那相信陶渊明的影视生活呢，一定是你非常向往的影视生活。如果说你去到酉阳的桃花源呢，你就可以感受到临近小口，仿佛若有光的美丽景色。在这里呢，你也可以感受到影视文化对你带来的冲击。当然啊，重庆啊还有许许多多的景色等待你去探索。我所介绍的呢，只是重庆旅游景点当中非常经典的几个景点。如果你也对重庆的景色感兴趣，并且打算在重庆待上许多天的话呢，还有非常多的景色值得你去探索。比如说像美丽的乌江画廊、仙女山景区，以及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三峡，都是值得你去逛的一些好地方。那说完了重庆的美景，肯定少不了重庆的美食。在大街小巷中，我们都能够看到非常非常令人垂涎欲滴的火锅。那其实来到重庆呢，你会发现重庆的火锅种类啊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你是第一次来重庆的话呢，一定会被重庆的火锅所折服。重庆的火锅种类呢非常的多，像大碗的这些蔬菜啊，加上肉类，配上火锅鲜美的料汁，一定是让你流连忘返的所在。那在重庆的街头呢，除了重庆的火锅以外啊，重庆还有非常多的小吃。像我自己的话呢，就非常喜欢重庆的豌杂小面。
重庆的小面啊，虽然是简简单单的一个面条，但是呢，配上它特色的这个酱汁，味道呢就十分的浓郁。那除了重庆小面以外呢，其实在重庆的街头啊，还有很多川菜馆。川菜馆的川菜呢，都是一些家常菜，但是它的味道呢，就十分的美味，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除了美食和美景以外，其实重庆每年啊还有非常多的文化活动，比如说像火锅节、山歌节等等。如果有幸啊，你来到重庆，刚刚好遇到了这些节庆活动，那么你一定会感受到重庆本地的文化和人们的热情好客。那同时呢，来到重庆以后，看着夜幕降临的重庆，走上重庆的街头，乘坐重庆的游船，看夜幕降临下这灯火辉煌的城市下呢，感受一下重庆魔都的魅力。重庆啊，真的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相信经过我今天的介绍呢，你一定对重庆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认知。如果你也打算展开一段奇妙的旅程，欢迎你加入我们，一起来探索重庆的魅力。好了，点赞关注我的